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上一讲呢，我们学到沿着佛像修定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就是对于佛身直持内心，随念佛陀，能引生无边的福德。如果佛身的形象清晰而且坚固的话，就可以缘取为礼拜啊、供养啊、发愿等等积极资粮的福田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忏悔防护这些净化罪障的福田。所以可以作为净罪集资的福田，所以是极其殊胜的。沿着佛像修奢摩他，不只是帮助我们承办奢摩他而已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目的。所以呢，是具有着殊胜功德的所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往下学，请大家翻开广论，357页第5行，看原文，有找到吧？当以何等如来之相为所缘依处耶？这是一个问题，就说沿着佛像修定的话，既然这么殊胜，那么要以什么样的佛像作为所缘依处呢？大家有这样的问题吧？那看一看宗大师是怎么回答我们的。看原文，答：如修次下篇云，诸瑜伽师先当如自所见所闻如来形象安住其心，修奢摩他，由常坐以如来身相，黄如纯金色，相好庄严，处众会中种种方便利益有情，故以佛德发生西域，熄灭沉默调举等师，乃至明见如柱面前，应于尔时勤修静虑。就说问到沿着佛像这么殊胜的话要沿着什么样的佛像来修定呢？大师就回答我们说，哪本书啊？修次下篇，就如同修次下篇中所说，瑜伽师首先呢，应当内心安住于所见所闻的如来身相，而修持奢摩他。持续的作意呢，如来身相有如纯金的色泽一样，是亮黄色，对吧？然后相好庄严，处在眷属众中，以种种方便利乐众生，由此呢，而对于佛陀的功德发起希求欲得，发起希求欲得的心，而且同时还要做什么呀？止息、沉默与调举等等。只要还能够如同在眼前安坐一般的清晰见到的时候，都要持续的修持静虑。这呢，就是修次下篇中宣说的修法，有听清楚吧？那我们再往下看，《三摩地王经》一云，有找到好吗？《三摩地王经》一云，犹如金色身，妙眼世间护，心去此所缘，名菩萨等引。如此所说，而为所缘依处，此复有二：未由觉心起，即于缘有令重光显；后于生信尤胜，又顺共成，故于缘有令相明显。那么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呢？
就是引了《三摩地王经》的依据。在《三摩地王经》中呢，也说，以如纯金色的身躯，极尽严视世间的护主。谁的心能去入这个所缘，就称这位菩萨进入等引。如同《三摩地王经》所说的，要以这样的身相作为所缘益处。另外呢，其中也有2种所缘。第一种呢是内心发起的所缘，第二种呢是明现原有的所缘，2种。第二种明现原有的所缘是什么呢？月格西解释说，明现原有的所缘就是指重新在心中明现过去曾经观修过的形象。这个后者呢，就是对于升起信心来说是比较殊胜的，并且呢也与共通称的阶段是相符顺的，所以呢应当采用明现原有的形象。共通称是什么呀？就是显称。因为呢显密是共通的，所以称之为共称。那么第一种内心新发起的所缘是什么呢？然后善知识说，内心新发起的所缘呢，其实就像修密法的时候，观修啊，先升起誓言尊，然后自生本尊的时候呢，就按照仪轨上所说的而观想自身本尊，这就是誓言尊。然后观想完誓言尊之后呢，再迎请智慧尊融入。智慧尊呢，就是指我们迎来的真实的本尊，迎请本尊到我们面前的虚空，然后再观想融入自己已经观想自生的誓言尊当中，融为无二，没有差别。这就是第一种。那么刚才解释一下说，第二种就是明现原有的所缘。我们在修奢摩他的时候呢，要缘的佛像是以哪个为主啊？是以后者为主。也就是呢，不需要刻意的去观想，然后迎请资粮田，而是呢，以现有的所缘呢为主。也就是呢，观想之前观想过的佛像为主。那么在观想佛像的时候呢，有人就有问题说，那到底要观多大的呢？有的善知识说，大小呢就好像自己的手掌的长度大小，然后有人说观想在自己的额头啊、眉的前方啊，然后还有远近适中的地方。然后远近适中呢，就是高度也要适中，太高呢容易散乱，太低呢可能容易昏沉。自己要经过去实修的时候去找这个状态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观想佛像放光，而且呢光越亮越好，然后非常非常的透彻。让我们学到后面就会知道呢，沉默是修定的最大的障碍之一。观想佛像放光有什么好处啊？佛像放大光明，有去除沉默的作用。奢摩他的另一种障碍是什么呀？是调举。那么调举的时候，我们观想佛像要怎么做呢？善知也说，要观想佛像有重量，而且呢越重越好。那这么观想真的可以去除调举吗？有去除调举，可以的。然后所以呢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就同时可以对治调举，然后呢也有去除散乱的作用。对佛陀而言呢，无论我们有没有去观想它，大家想一想，佛陀都安住在十方吗？对，佛陀都有安住在十方，并且具有着究竟圆满的功德，因为他已经修成佛了，而且时时刻刻都眷顾着我们，有清净圆满的
大悲心。所以呢，就算我们没有去观想佛陀，诸佛也安住在十方。那么我们有去观想，佛陀有没有安住？也是安住十方。所以呢，佛陀不会因为我们观想了之后才存在，我们不观想的当下呢，它好像就消失，就不存在，不是这样的。即使我们观想呢，没有观想的时候，佛陀也是安住在十方，或者说我们的前方，或者说我们的四周。你也不能确定我们四周就没有佛陀安住吧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佛身聪辩于法界的道理，大家会不会对于我们观修的佛陀升起信心呢？我们自己对佛陀就能够升起信心。这里边呢，要再抉择一点，就是在密法里边呢，有一些观想是境界本身不存在，但是刻意去把它观想为是存在的这种观想方式。比如说将自己观想为本尊，自现本尊，但实际上自己是本尊吗？不是本尊。但是在显教当中，绝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观想与境界的这个现状呢是相符合的，也就是呢，境本身就是如此，是以相顺的方式呢来观想。我们观想的佛像呢，主要是缘取，注意，主要是缘取佛像的影像，或者佛像的义工像。大家会不会觉得说，诶，这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，它根本不是一尊真的佛陀？那大家想一想，佛身聪辩于法界怎么理解呢？我所观想的佛像，佛陀会不会进入我所观想的佛像来加持我们呢？如果我对这样的佛像修信心，持续的修持的话，请问我的信心会增长吗？一定会的。当我越来越具备信心，越来越虔诚、至心恳切，然后坚持不懈的修习，会不会得到佛陀的加持？一定会得到佛陀的加持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